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健康饮食周报频道。你有没有听过吃醋可以降血糖的说法？这看起来有些出其不意，但你会惊讶于这个饮食新知的真相。有一位朋友患有糖尿病，他尝试着通过饮食来管理自己的血糖水平。当他第一次听说吃醋可以降低血糖时，他感到有些疑惑，但是经过一些研究和尝试，他发现这个小小的饮食调整真的能够改善他的血糖水平。然而，这种简单的饮食调整可以解决的问题远不止糖尿病。在我们的社会中，肥胖、高血糖和代谢症候群等问题越来越普遍，而这些健康问题都与饮食有关。在这个视频中，我们将探讨吃醋可以降血糖的真相，以及其他一些关于饮食的新知识。在这个影片中，我们将谈论一个在营养领域中非常重要的主题，那就是血糖。你是否听过这个词，但却不太确定它究竟是什么，或者为什么它对我们的身体如此重要呢？别担心，今天我们将用一些有趣的比喻来帮助你理解血糖。首先，让我们来定义一下血糖。简单来说，血糖是血液中的一种糖分，它是我们身体能量的主要来源之一。当我们吃东西的时候，我们的身体会将这些食物分解成糖分，然后这些糖分会进入我们的血液中。如果你能想象一下，你的身体就像是一个汽车，血糖就像是这个汽车的油，没有油，汽车就无法行驶。同样地，如果我们的身体没有足够的血糖，我们就会感到疲倦和虚弱。那么，为什么血糖对我们的身体如此重要呢？这是因为当我们的血糖水平处于正常范围内时，我们的身体才能正常运作，这包括我们的脑部和身体各个器官的运作。然而，如果我们的血糖水平过高或过低，我们就会感到不舒服，甚至可能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威胁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来谈谈高血糖对身体的影响。当我们的血糖水平过高时，这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伤害。一些症状包括口渴、频尿、疲倦和视力模糊等等。长期高血糖可能会导致更严重的问题，例如心血管疾病、视网膜病变和肾病等等。吃醋降低血糖就像是醋中的特殊成分，像是醋酸和乙酸，促进身体利用葡萄糖，像是把一道关卡清除一样，减少血糖水平。好比是游戏中的关卡能够成功通关。同时，醋也可以让身体更加敏感地对待胰岛素，进一步降低血糖水平。就像是打了魔法可以让角色得到额外加强。然而，醋降低血糖的效果不是非常显著，就像是一个小小的助推器，不能完全依靠吃醋来控制血糖。如果您已经患有糖尿病或其他血糖问题，请务必在饮食计划中适量摄入醋。像是游戏中需要合理的使用助推器来避免游戏失败，要让吃醋发挥最大的降低血糖效果。建议注意摄入的醋类型，像是白醋和米醋比苹果醋更能够发挥降低血糖的作用，就像是在游戏中需要选择最适合的助推器一样。此外，在餐前摄入醋可以减缓碳水化合物的消化，进一步降低血糖水平，就像是在游戏中需要在关键时刻使用助推器一样。首先，关于消化系统的好处，吃醋可以帮助减轻胃酸倒流的问题，这是因为醋可以刺激身体产生更多的消化液，包括胃酸和酵素，这些液体可以帮助分解食物和消化蛋白质，进而减少胃部不适的情况。此外，醋还可以刺激肠道蠕动，促进消化道的运作，有助于预防便秘。其次，吃醋对减轻体重的效果。一项研究显示，服用含醋的饮食可以使人的饱足感更强，进而减少总热量摄入。此外，醋还可以抑制人体中一种名为脂肪合成酶的酵素，这是一种将碳水化合物转化为脂肪的酵素，因此，醋可以减少身体对碳水化合物的吸收，有助于减轻体重。此外，关于心血管健康的好处，一项研究发现，每天食用含醋饮食的人，其胆固醇水平明显下降。此外，醋还可以减少心脏病发作的风险，尤其是那些患有高血压或糖尿病的人。这是因为醋中含有的醋酸
可以减少血液中胆固醇的积聚，进而降低心脏疾病的风险。最后，关于免疫力的好处，醋中含有的有机酸和酵素可以促进身体的自然防御系统，有助于抵抗病毒和细菌的侵入。此外，醋中还含有一些维生素和矿物质，如维生素 C 和镁，有助于增强身体的免疫力。我们要谈谈如何管理血糖水平。高血糖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，全球有超过4亿人患有糖尿病，而糖尿病是高血糖的主要原因之一。通过饮食和生活方式的调节，可以有效地降低高血糖的风险，从而减少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发生率。下面是一些实用的建议。首先，选择低 GI 指数的食物。GI 指数是一个衡量食物影响血糖的指标，一般低于55的食物属于低 GI 指数的食物，中等 GI 指数为56到69，高 GI 指数为70或以上。选择低 GI 指数的食物可以让血糖上升缓慢，有利于稳定血糖水平。例如，糙米饭的 GI 指数约为50，全麦面包的 GI 指数约为45，而白面包的 GI 指数则高达75。此外，减少食用高糖饮料和糖果等高 GI 指数的食物也是非常重要。例如，一罐可乐约含有39克的糖分，相当于每天建议摄取量的3倍。其次，均衡摄取碳水化合物、蛋白质和脂肪。碳水化合物是血糖的主要来源，但摄取过多会导致血糖升高。蛋白质和脂肪可以减缓血糖上升的速度，所以均衡摄取这3种营养素是非常重要的。例如，一个人每天需要摄取的碳水化合物、蛋白质和脂肪比例大约为 50% 到 60%、10% 到15%和 25% 到30%。在每餐中摄取足够的蛋白质和脂肪，例如一份含有鸡胸肉和蔬菜的沙拉，配上1汤匙橄榄油和醋，可以减缓碳水化合物对血糖的影响。第三，控制饮食的分量和频率。控制饮食的分量和频率可以有效地控制血糖水平。例如，一个人的每餐分量应该控制在一个手掌大小的量，并且适当增加每天的食用频率，例如每天3餐和2次小食。过量的饮食会导致血糖升高，而过少的饮食会导致低血糖。因此，控制每餐的分量和食用的频率可以避免血糖波动过大。第四，加强运动。运动可以帮助身体消耗过多的血糖，有助于稳定血糖水平。此外，运动还可以提高身体的敏感度，使身体更好地利用胰岛素，进而调节血糖水平。对于没有运动习惯的人，可以从每天快步走30分钟开始进行运动。如果你已经有一定的运动基础，那么有氧运动，如慢跑、游泳等，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最后，定期检查血糖水平。定期测量血糖水平可以帮助你了解自己的血糖水平是否稳定，是否需要调整饮食和生活方式。如果你已经被诊断出患有高血糖，定期检查血糖水平更是必不可少的。例如，如果你是糖尿病患者，则应该每天测量血糖水平多次，以确保血糖水平在正常范围内。当你看完我们的影片之后，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者想要和我们分享你的经验，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们，因为我们的目标就是为观众提供有用的营养和健康信息，帮助你们过得更健康更快乐。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那么请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这样你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最新影片。同时，如果你认为这个影片对你的朋友、家人或者任何你认为有需要的人有帮助，请无私的分享给他们。我们相信，只有当大家一起学习和分享，我们才能够共同成长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。最后，感谢你们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